西游记不仅是神的王国，也是妖的世界。在这个大千世界中，生活着众多的妖王，像是一场残忍的大鹏鸟，每当夜幕降临，大鹏从天而降，常常会让一城之人瞬间被吃个精光，可见大鹏有多残忍。还有那些看似美艳的女妖，不仅妖术高强，一笑一颦都让人骨髓发酥，难以抗拒。不过，就算妖怪们有多强大，也有几个禁区是他们不敢轻易进入的。今天就给大家介绍这4大妖魔禁区。排第2的地方令孙悟空恐惧，第1的地方已经赶超天庭，就连玉帝对那里也要恭恭敬敬。影片开始之前，不要忘记点击订阅加小铃铛，带你了解更多的奇闻异事。第4名妖魔禁区，灵山。灵山作为《西游记》中师徒4人最终要到达之处，可谓是聚集了众多佛仙的神圣之地。如来佛祖释迦牟尼居于灵山，在《西游记》中多次说道。第8回，佛祖居于灵山大雷音寺宝刹之间。第57回讲到唐太宗交给唐僧的通关文牒中也写道，东土大唐王皇帝里，驾前敕命玉帝圣僧陈玄奘法师上西方天竺国娑婆灵山大雷音寺专拜如来佛祖求经。灵山是如来的驻地，也是佛派的总舵所在地，这里的防备自然是佛派中最严格的地方，很多妖王有来无回。比如六耳猕猴，他号称可以洞察一切，但是一踏上灵山的这块土地，却再也没有回来。先是如来拆穿他的冒牌身份，之后用金钵将六耳猕猴扣住，紧接着孙悟空一棒将他打死。再比如使3昧神风的黄风怪，王母娘娘都招架不住，衣衫都被吹烂，可是因在灵山偷灯油，却被灵吉菩萨轻易擒拿。由此可见，灵山确实是妖王们不折不扣的禁区。第3妖魔禁区，天庭。在《西游记》中，道教天庭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属于世界的最高统治机构，统领3界，所有凡间、阴界、海上、四海龙王、仙岛、仙山和西天的神仙、地仙、菩萨、佛、妖魔鬼怪都归天庭管辖，跟天庭是上级与下级的关系，隶属于天庭管辖。西天佛教也不例外。西天佛教作为世界的一方而言，隶属于天庭管辖，跟天庭是上级与下级的关系。如来佛祖作为5方5老之一，地位低于玉帝和3清4御，是玉帝的下属，服从玉帝的管辖和命令，奉玉帝为天尊，玉帝命令他不敢不从，绝对服从玉帝。当孙悟空打败4大天王和9妖后，一路冲到凌霄宝殿外，王灵官和36元雷将其挡住，阻止他的进一步猖狂进入，但无法近身制服他。这时玉帝命令请西天佛祖如来来降服孙悟空。如来佛祖接到玉帝的命令，就马上赶来，一巴掌就把孙悟空压到5行山下，制服了孙悟空。其后玉帝叫他留下参加安天大会时，《西游记》原著中说，如来不敢违背，即合掌谢道：老僧承大天尊宣命来此，有何法力？还是天尊与众神洪福，感劳致谢。如来佛祖在玉帝面前不敢违背，还合掌谢了玉帝，并称承大天尊宣命，可见他在世界最高统治者玉帝面前是唯唯诺诺、恭恭敬敬的，不敢违抗玉帝旨意，以下属的身份和口气回复玉帝的话，表明玉帝是他的直接上级和最高领导，他统领的西天隶属于天庭管辖，是天庭的下属。孙悟空先后2次从南天门反出天界，这给人一种错误的感觉，貌似天庭的守卫很差，随便一个妖王就能混进天庭。其实这种想法完全是错误的，孙悟空之所以能顺利反出天庭，其实是玉帝在故意放水，他真正发起怒来，就是100个孙悟空也杀不出天庭。孙悟空大闹天宫时，一个王灵官就将他挡在凌霄殿外，而他只是猪八戒副手天佑真君手下的大将，可以想象天宫中有多少个王灵官，所以即使是在神通广大的妖怪也逃不出天庭。第2妖魔禁区，五庄观。五庄观是万寿山中的一座道观，其主人乃是道号镇元子，
混名与世同君的镇元尊仙。镇元尊仙辈分极高，乃是地仙之祖。大仙的手段高强，结交的朋友众多，且都是各方神圣。观中弟子有得道全真48人，门下散仙更是不计其数。向来道士都不谙世事，而镇元大仙却是其中另类。其所到之处不辞劳苦，略施小计便能救死扶伤，居所虽地处深山，威名却远扬海内。看《西游记》的朋友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人参果的效力堪比蟠桃，为何千百年来没有一个人去抢呢？要知道，武庄观不过有弟子30多个，其中还包括清风明月2个草包。若是牛魔王、大鹏鸟这些妖王一哄而上，抢走人参果，岂不快哉？事实是你想都别想，这里倘若走进去，就连孙悟空都惧怕。当初在武庄观，镇元大仙一招就将孙悟空生擒活捉，而这只是镇元大仙没有出重手的情况下战绩，可以想象暴怒状态的镇元大仙会是什么水平。所以千百年来武庄观没有一个妖王敢踏足。排名第1的妖魔禁区，可能谁都想不到，就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东土大唐。大唐幅员辽阔，照说应该有不少妖王，可是在《西游记》中却一个妖怪也没有，这是为何呢？就是有真武大帝在这里镇守，而他也是玉帝真正的得力手下。无论在道教神仙系统还是民间信仰，除去那些高高在上的创始级的天尊及四御等天帝，影响最大的应该就是真武大帝。真武大帝全称为镇天真武灵应佑圣帝君，在民间的称呼为真武荡魔大帝，有时也称玄天上帝等。以此类神称可以得知，真武大帝应是以武士为执掌的。在关于真武大帝的道教相关书籍和民间传说里，其官方身份是北极4圣之一，是中天北极紫薇大帝的手下4大将。但以整个道教神仙体系来说，统御3界兵戈之势的天帝是勾陈天皇大帝，而真武大帝又以荡魔、镇守等武神形象和神职为主，因此他也是勾陈大帝之下的兵戈主持者。由于后世对真武大帝的信奉太过热烈，以至于超过对紫薇大帝和勾陈大帝的信奉，我认为可以说他是2者的神职统一者。那么真武大帝的武士神职是怎么来的呢？这还需要从他的来历说起。第一个说法是，他为太上老君第82次化身，以此算抬高了他的身份。第二个来历就要从玄武之名来梳理了。我们知道古代的神仙信仰都是从星辰崇拜而来，把整个星空分4方为28星宿，每7个星宿在一方位，组成4种动物形象，称为4象。这就是人们熟悉的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而这4象后世又拟神化了，玄武为北方之神，这其实就是真武的源头。如唐朝封为北方之神为右圣玄武灵应真君。当初玉帝让真武大帝去北拒泸州，几年时间，几万妖王被一扫而光，真武大帝的能力可见一斑。有真武大帝的能力，再加上玉帝的照顾，东土千百年来，除了边界地区，还真是一个妖王都没出现过。这也是西游世界中最大的，也是最坚不可摧的妖王禁区。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不要忘记点击订阅加小铃铛。